何四少，您这是被狗撵了一宿？哎呀，这跟个疯子都有的一拼了呀！经过千难万险才走回来的何少康，此时只想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平复一下受到了惊吓的小心脏。一大早的，宋老太太怀揣着美好的心情，被人伺候着早早的起来，等着军妻上门谢罪。从早晨等到了中午，再从中午等到了晚上，宋老夫人望眼欲穿呐，等的都累了，这都没等来军妻呀。宋老夫人气得摔了俩杯子，打算明天让人折磨一下何少康出气。庄子里的人都被军妻给放倒了，这会儿睡得正香呢，因此也没有人给他通气。转天一大早，宋老夫人还没起呢，宋家就炸了锅了。只因为大门口挂了白灯笼，围了大门挂了白布，大门右边贴了白纸，这是封门。白纸贴左边意味着家中有男丁离世，白纸贴右边意味着死的是女眷。也就是说，宋家大门被弄成了有丧的样子。早朝是卯时开始，宋老爷子走的时候还不到凌晨3点，他出门的时候一切正常，等他一走，这大门就迅速的被人给布置了一番。宋爱卿辛苦了，微臣惶恐，不敢言苦。宋老爷子被渊正帝这不明不白的话弄得心里是七上八下，他琢磨着自个儿最近有没有做什么惹得渊正帝不快的事啊。宋爱卿忧国忧民之心，让朕甚是欣慰。本来渊正帝还想着让他回去的，但是考虑到来都来了，当着百官的面让他走，这好像赶他似的，所以呢也就没有再说什么。等到早朝散了，大家出了大殿，众大臣无论是关系好的还是交情一般的，都纷纷的围过来让他节哀。节哀？宋老爷子都懵了，大家说完怕耽误他的事儿也就散了，也没人跟他解释。老太爷，不好了，也不知道谁传出老夫人重病不治身亡的消息，今儿一大早各府就让人吊唁，家里都乱套了。宋老爷子差点没栽倒，他总算知道皇上跟众人为什么如此的奇怪了，想到连皇上都知道了，他又是眼前一黑。宋老爷子坐上马车赶到家里的时候，家里都已经站满人了，闹哄哄的，还有人陆续上门。还没等他了解事情的经过呢，皇后娘娘的旨意就到了。旨意上表示了皇后娘娘的哀痛之情，又洋洋洒洒的说了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还赐了随礼啊，也就是礼金。你说人皇后娘娘都随了礼了，这也是比较长脸的事儿啊。可宋家是没一个人高兴的，因为宋老夫人她压根儿就没死啊。就在宋老爷子要跟来传旨的太监和众人解释两句的时候，军妻又带人抬着棺材上门了。本姑娘听说宋老夫人没了，想着她虽然不曾善待过本姑娘，但也算是本姑娘的外祖母，她走了，本姑娘怎么也要送一程。军妻一副土匪进门的架势，刚好上次曲阳侯府老夫人那副棺材还没用，我琢磨着留着也浪费，干脆先给宋老夫人用上，等曲阳侯府那老钱不老夫人嗝屁呸过世的时候，我再送她一副就是了。众人一议，两位老夫人至今都还活着，怕不是得有佛祖保佑。何军妻气急败坏、气喘吁吁的声音，伴随着被宋倩如等人搀扶着的宋老夫人出现，让刚进门吊唁的人给吓了一大跳。哎呀妈呀，宋老夫人这是诈尸了呀！快去请个道士来，就说宋家出了妖孽，让他来收妖。你个孽畜！外祖母，外祖母，你死得好惨呐！外祖母，孙儿来晚了。何少康是卯足了劲儿的嚎啊，把众人都给整得不会了。何少康捂着个半张脸，路过军妻旁边的时候，还朝他眨了眨眼。妹妹，四哥来帮你了。何少康看到站在面前的宋老夫人，假装一脸的惊吓。外祖母，你这是舍不得你这一家老小，所以回来打算带几个去陪你吗？众人一噎，你这说的什么胡话呀？外祖母，你快把孙儿带走吧。虽然你把我绑走，威胁妹妹不能把你跟那个小官的事说出去，不然就要杀了我。但孙儿不怪你，孙儿知道外祖母也是逼不得已，孙儿不孝，你把孙儿带走吧。众人当时这内心呢，哎呦我去啊，惊天大瓜呀！这如果是真的，宋家的清誉可就全完了。何少康这人虽然是不靠谱，但是人家也没有理由如此冤枉自个儿的亲外祖母，不是？再看看气势汹汹上门的军妻，众人又立刻脑补了一场阴谋诡计。军妻倒是真的看乐了，他四哥这儿得了他的真传呐。外祖母，你活着的时候没跟那个人在一起，不然你把他带走去陪你吧，这样你在下面也不至于太孤单了。宋倩如想骂他，可是何少康是一句接着一句，嗓门还贼大，他根本就插不上嘴。何少康拽着宋老夫人，只要这些人动弹，他又拽着宋老夫人拼命的摇，别人是投鼠忌器，倒是宋老夫人差点被他给摇得散架了。哎呀，
说实话呀，人宋老爷子能够挺到现在也是够厉害了。他也算是看出来，今儿个这是军七跟何少康过来报复他，肯定是他们又招惹这2块滚刀肉了。宋老爷子命人把何少康给拉开，何少康一边嚎一边使劲儿，呲啦一声，哈，宋老夫人身上的衣服被扯了一个大口子，连里头的里衣都露出来了。哎呀呀呀呀呀！这当时这场面呐，一瞬间的寂静。紧接着，宋老夫人一个呼吸不畅就晕过去了。宋老夫人不行了呀！快，兄弟们，本姑娘的礼派上用场了，把盖子打开，咱们送宋老夫人上路。莫王府的侍卫，那岂是一般的人能够顶得住的呀？当时就有人开棺盖啊，有人去拖人，场面是混乱的一批呀。到了最后，那还是莫王府的侍卫占了上风，一边跟那些冲上来的人做斗争，一边把昏过去的宋老夫人扔到了棺材里。最后呢，甚至还钉上了钉子。就这样式儿了，那头的何少康还挡着宋慧莹等人呢。嘿，好家伙，这难得一见的场面，直接就把来宋家吊唁的人给看呆了。就连大街上经过的路人都被这里头的哭丧声给感染的，发出了低叹。四哥，走了，折腾够了。军七招呼着何少康撤退，一行人大摇大摆的就出了宋家。兵荒马乱的宋家人赶紧弄开棺材，把昏迷的宋老夫人弄出来给请大夫，又跟各家的人解释，送人家出门。军七这一闹，直接就把宋家给推上了京城娱乐板块的头条，就连皇上跟皇后都惊动了。皇后娘娘想到大晚上的军七溜进皇宫跟他讨懿旨时的模样，突然就不知道是该生气啊还是该发笑了。其实军七一开始也没想着要折腾万皇后，只不过他以宋家的名义给各府送信的时候呢，路过了皇宫，于是他又顺便进去了。元正帝又想把军七给招进宫里面训斥一番，这个刺儿头啊，以前就任性妄为，现在有了他大外甥给他撑腰，那更加是无法无天了。这么下去那怎么行啊？贼精的军七立马就知道进宫呢肯定得挨训呢，他怎么可能会去自找罪受啊？他索性就装病了，哎呀，让玉墨之去应付他的舅舅。玉墨之万分的无语，他也想问问他，你有没有一点走心的借口啊？有没有那么一点点走心一点的办法？最后啊，玉墨之还是进宫了，跟元正帝说明了原委，知道是宋老夫人有错在先，元正帝的气就消了下。他让玉墨之回去告诉军七，以后做事你不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整得满城风雨的好看呢还是怎么地呀？安顿好了宋老夫人，宋老爷子召集宋家众人问事情的原委，别人不清楚，宋老夫人身边的亲信还能不知道吗？当宋老爷子知道他家老太婆绑架了亲外孙来威胁军七的时候，气的哎呀都想把他给薅起来扇他2巴掌。你说说你啊，真是亏了你，这种事你都能干得出来，你可真行啊！且不说就军七那样式儿的，他会不会受他的威胁？就算军七身后的玉墨之，那也不会允许自己的王妃被人给拿捏呀。他怎么会想到要拿捏何军七？宋老爷子不知道这宋老夫人是抽的什么风，老夫人是见过了表小姐之后才有的动作。他嘴中的表小姐是谁，大家都知道。宋老爷子眼中寒光乍现，看来自家的老太婆啊是被那个聪慧的外孙女啊，不是孙女给当枪使了。军七收拾了宋老太婆，就开始专心的对付何慧莹。军七这个人他就好个损办法，他还给何慧莹的那块血玉其实不只是吓唬何慧莹的，他还在上面加了一种特殊的香料。渐渐的呢，何慧莹就发现吧，自个儿这头发是越掉越多，找了多少的大夫都不好使，仅仅是10多天的功夫，他就变成了一个秃子。就很突然，这头发掉光了还不算，眉毛也开始跟着往下掉，最后连汗毛都没了呀！哎呀，到最后呀，他这整个人是油光锃亮，就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本皇子带你去一趟福光寺，找明悟大师试试吧。不行，为何？这明悟方丈是得道高僧，只见有缘人，妾身怕到时候见不得明悟方丈，反而丢了您皇子的脸面。你放心，为了你丢一次脸面又算什么？萧锦业动作轻柔的抚摸了一下何慧莹的手，马上又缩了回去，因为他厌恶的同时也害怕被传染呢。军七看他如此难受，干脆呢也给他下了一点药，结果萧锦业的头发就开始一把接着一把的掉啊，萧锦业都要疯了。他不管不顾的命人把装病的何慧莹给抬到了马车上，然后就直奔福光寺。明悟大师，何慧莹的贵命可是你亲自批的，六皇子误会了。老衲只说曲阳侯府有一位贵不可言的小姐，并没有说是这一位小姐。
前几日这位小姐来寺里寻老衲，老衲跟她说得很清楚了，怎么何小姐回去没说吗？听了这话，萧锦叶也没什么心思想当初明悟方丈是怎么跟自个儿说的，自己呢又是怎么误会的了。他就只想到明明都已经这么严重了，何慧莹却偏偏死活都不肯来福光寺的奇怪举动，顿时就怒从中来。萧锦叶坐在回城的马车上，脸上是阴云密布，何慧莹缩在角落里，极力让自己保持淡定。父亲，明悟方丈可曾说咱们是如何得这种怪病？萧锦叶现在想杀了他的心都有，可他现在是心乱如麻，并没有想好该怎么处置何慧莹。于是他忍着厌恶，扯出了一抹僵硬的笑。明悟方丈只说可能是我们误食了什么东西，并无大碍。见萧锦叶虽然脸色不好，但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行，何慧莹松了一口气。他以为萧锦叶跟明悟方丈并没有聊到自己，殊不知心机深沉的萧锦叶正谋算着该怎么处理他呢。军妻得知他们去了福光寺，本来以为何慧莹就此会遭受到萧锦叶非人的折磨，可没想到她依然是在六皇子府里面过着锦衣玉食，表面上受尽宠爱的生活。军妻就觉得这不对劲儿啊，这萧锦叶肯定是憋着什么大招呢。没过多久，五皇子跟三皇子反目成仇，并且当街互殴的事情就传遍了大街小巷。你什么时候把何慧莹给解决了？皇上您咋突然说起他了？该不会是三皇子和五皇子打架是因为何慧莹吧？这死丫头脑子为啥这么好使？就一句话，这家伙就猜到了原因。快说说是咋回事啊？元正帝脸又黑了，还是长安大总管有眼力劲儿的给解释了一遍。原来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三皇子和何慧莹滚到了一张床上。五皇子得知心爱的女人被三皇子给玷污了，冲动之下就跟三皇子打起来。六皇子真是好谋算啊！嘿，一箭双雕有没有？三皇子又不傻，他还能主动跑去玷污何慧莹，平白给自己招惹事端不少。你赶紧把那女人解决了。元正帝心说，自个儿3个儿子被这么一个女人给弄成这样，像什么话呀？您朝我发的什么火啊？这事跟我又没关系，还不是您那个阴险的六儿子不让您省心。不是我说啊，就您那个六儿子能想出这么阴损的办法，这怕不是根儿上带来的善恶吧？还有啊，本姑娘还真没见过皇子主动给自己找绿帽子戴的，他是真豁得出去。把自个儿的女人送到三哥的床上，然后让五哥去跟三哥斗。这个萧锦叶不仅是阴毒，他还挺无耻的，元正帝都想打人了。这死丫头这是什么意思？哎呦，何大小姐，万岁爷也知道六皇子这次做的事儿呀过火了，所以就想找您来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既能教训一下六皇子，又能解了您的心头疑患，还能让五皇子和三皇子和好。啊，原来是想着让我给您出主意啊！皇上您这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兴师问罪呢。哎呦，可把我吓得呀，脑子都变慢了。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元正帝为了儿子，他忍了。皇上您没想过立六皇子为储君吧？这些就必须得事先问清楚了。当然。元正帝回答的毫不犹豫，以老六的心性，大越交到他的手里，不仅是百姓的灾难，他的其余子嗣那恐怕也是留不住的。既然如此，何不趁此机会绝了他登上皇位的念头？军妻看到萧锦叶蹦跶的那么欢，也是膈应的很。哟，妹妹，你这是怎么了？你给我滚出去！大胆，你一个贱妾，竟然敢对皇子妃不敬！不可对妹妹不敬。是妹妹呀，你看看你这副模样，这哪里还有当年曲阳侯府千金小姐的风采啊！哎呦，瞧我这张嘴啊，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妹妹，你本就不是真正的曲阳侯府小姐，自然是掩盖不了真正低贱的模样了。你给我滚！妹妹不要生气，姐姐可是奉了夫君的命令来的。一听是萧锦叶让他来的，何慧莹的眸子转瞬即逝地划过了一抹光亮，随即又被恨意所取代。她落到今日这般田地，全都是拜那个男人所赐。夫君让我来通知妹妹，你不知羞耻，勾引三皇子和五皇子。你如今又跟三皇子有了苟且，像你这等寡廉鲜耻之人，活着就是玷污了六皇子府。何慧莹心口一滞，恐慌袭上了心头。哪怕苟延残喘的活着，她也不想死。不是因为她对以后还有幻想，而是因为不甘。她真的好恨那些欺她辱她的人，包括萧锦叶。凭什么那些人这般的欺辱她，还能够好好的活着？六皇子妃解气地看着这个让她沦为了全京城笑柄的女人。妹妹，为了夫君，为了咱们六皇子府的清誉，你就写下遗言，
自行了结吧。原来萧景烨不仅让他死，而且还想在自己死之前在最后的利用自己一把。信上讲述了自己被三皇子强行玷污的经过，又写了一些遗言。不用说了，萧景烨就是想要让自己誊抄一份，然后用这封遗书伪造自己自尽的假象，还顺带黑三皇子一把。到现在何慧莹才知道自己是跟了一条怎样的豺狼。妹妹，时间不早了，夫君还等着呢，你快写吧，写完了也好上路。我若不写呢，妹妹你就别让姐姐为难了。你也知道你现在的处境，你要不听话，谁也说不准你会经历什么。何慧莹现在那就是案板上的肉，当然是反抗不了得了萧景烨命令的六皇子妃了。她拿着被强塞到手中的笔，哆哆嗦嗦着写下了那封遗书。他就赏给你们了，记住事后别忘了弄死。两个男人看着何慧莹玲珑有致的身子，露出了淫秽的笑容。紧接着那边军妻就带着人闯进了院子里，听到里面传来的女子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和男人淫靡的笑声，军妻愣了一下。好家伙，这女人也不是啥良善之辈啊！去，把人带出来。你们不能……我说六皇子妃，你可够狠的呀！都说女人不狠地位不稳，你这么狠，将来肯定地位稳稳的，无人能撼动。军妻跟何慧莹是死仇，但她也瞧不上六皇子妃。话说六皇子知道你在找人给他戴绿帽子吗？六皇子妃啊，说起来你能成为皇子妃，还要感谢何慧莹呢。你这恩将仇报的也太不是东西了。还是说你并不想成为六皇子妃，所以恨何慧莹这个罪魁祸首？六皇子妃心虚的眼神闪躲。哎呀，六皇子妃啊，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你是因为什么进的六皇子府，大家都心知肚明。现在何慧莹失去了价值，被六皇子舍弃了，你这个何慧莹的附属品还是早做打算的好。还有啊，何慧莹是个小妾，可以随意的休憩呀、送人呀什么的，但本姑娘好像还没听说过休皇子妃的。六皇子妃面色惨白一片，身子摇摇欲坠。军妻瞥到她手里跟着晃动的纸，伸手扯过。六皇子真是个有雄才伟略的人。好家伙，这是不榨干何慧莹的最后一丝价值都誓不罢休啊！杀了他就看不惯这样的淫邪之徒。你不该回来的。何少锦说出了众人的心声。曾经的美好与欢乐，随着时间的流逝，利益的驱使，全部都变了味道。回都回来了，就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带二小姐下去洗漱一下。此时何慧莹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六皇子府也没有人给她准备假发什么。看着秃着个头，脸色昏暗，一身狼狈的何慧莹，宋茜如的眼中充斥着嫌恶。站在曾经的闺房里，何慧莹突然就感觉一切都很是陌生，就好像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一样。你想让我干什么？他跟君妻是死仇，不会天真的以为君妻会好心的救他。我可以让你留在曲阳侯府，但是你必须帮我做件事。其实君妻本来打算让何慧莹回到曲阳侯府，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的互相折磨，互相厌恶，这才好不是？何慧莹听了君妻的话，神色莫名的问道：你跟萧景烨有仇？没有啊，本姑娘就是单纯的看他不顺眼，想起当初他那双狗眼看着本姑娘那恶心算计的眼神，本姑娘就不爽。有这么个机会，本姑娘当然要好好整整他了。何慧莹苦笑，原来自始至终没有看透的就只有他罢了。我若按你说的办了，你怎么保证我的安全？你不按本姑娘说的办，你的小命更没保障，不是吗？曲阳侯府的人什么德行你也知道，你以为若萧景烨上门要人，他们会怎么做？何慧莹想到刚刚父母兄长们的态度，心中悲凉一片。不用君妻说，她也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而自己作为萧景烨算计五皇子和三皇子的重要棋子和证人，她不可能放过自己的。与其等死，还不如搏一把。好，我做。更何况她也想报复那个将她推入了万丈深渊的男人。登文谷诉讼进状，官民如有诉讼冤屈之事，可即登文谷直达天听，请求皇上严审。当然，这登文谷也不是好敲的，其中的艰辛和遇到的困难、承受的压力，都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想象的。所以自古以来，能够真正通过敲登文谷平冤的，真的是很少。何慧莹能够顺利的敲响登文谷，并且直达天听，还得得益于君妻的帮忙。
何慧莹跪在大殿上，把萧锦业如何算计他和三皇子，又是如何的挑拨三皇子和五皇子，让他们互相残杀的经过给讲了一遍。三皇子撇嘴，他就说自个儿是被人给算计了吧，偏偏老五这个傻的还不信，非得跟自个儿拼命。为了老六的一个妾，也就只有他能够这么豁得出去。五皇子就懵了，当初可是老六亲口告诉他是三哥强迫了何慧莹，老六还表现了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说他为了兄弟之间的感情不得不忍痛吃了这个亏，还是自己替他不平，又替何慧莹觉得委屈，才忍不住跟三皇兄干了起来。现在何慧莹却告诉他，一切都是老六的一石二鸟之计。萧锦业想要制造他和三皇兄之间的矛盾，让他们自相残杀，他自己呢好从中得利。为此他不惜把自己的女人送上了三皇兄的床。萧锦明一时之间那真的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萧锦业自然是不会承认了，他还倒打一耙，说三皇子跟何慧莹勾搭成奸，想要陷害他。这种事情证据不证据的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的态度。渊正帝以查明真相再做定夺为由，命人幽禁了六皇子。几日之后，渊正帝一道旨意就下到了六皇子府，那是一道禁封圣旨，六皇子被封为贤王的消息瞬间就在各门各府引起了骚动。皇子封王表面上是晋升，实际上封王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竞争储君的资格。不仅如此，渊正帝还给萧锦业赐了封地，这就意味着立储之后，萧锦业就得离开京城去自己的封地生活。喝得烂醉，连随侍都拉不住的萧景明，被沉冤得雪出来庆祝的三皇子给捡回了家。三皇子萧景胜和萧景明以及萧景业都不一样，他没有萧景明那么蠢，也没有萧景业那么阴险。看到这个蠢弟弟如此的颓废，他还是有一些于心不忍。这个蠢弟弟啊，重情重义，也没什么杀伤力，自个儿把他给带回去，还能彰显一下自己的大度，他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吧，带回去之后啊，萧景胜就后悔了。因为萧景明他又哭又闹，耍酒疯不说，他还打砸东西，把他的三皇子府闹得是天翻地覆。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啊！莫大王爷，你这是杀人放火刚回来啊？彼此，看样子你心情不错，不知又有谁倒霉了。哼，本姑娘那是为民除害，你那是滥杀无辜，咱们能相提并论？你倒是不牙疼。今日无事，要不要一起去郊外骑马？玉墨之觉得自己如果再不刷一刷存在感，这丫头可能就把他给忘了。你今日怎么忽然有这雅兴了？去不去？玉墨之也不再跟他废话，反正甭管自个儿做什么，这丫头都能脑补出10个8个的阴谋诡计来。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什么阴谋阳谋的，先去玩了再说呗。艳阳高照，空气清新，两个人骑在马上策马而行。玩累了，玉墨之把君妻带到自己的别庄歇息。君妻泡在温泉里，哼着个小曲儿，吹着旁边侍女端来的水果，那真的是享受的不得了。突然，他脑袋眩晕了一下，难道是被温泉的水给热的？不对，君妻警惕地站起来，摆在岸边衣服上的一枚铜钱自动地飞到了他的手里，闭上眼睛，默念咒语，铜钱落于半空之中，发出了刺目的血红色。坏了，这要出大事啊！玉墨之！玉墨之！君妻一边喊一边朝着玉墨之所在的地方奔去。何事如此慌张？这是他第一次叫他的名字，若不是有棘手的事情，他不会如此的正经。那什么，可能有毁天灭地的大事要发生。我可能没告诉你，其实我不是真正的何君妻。这么说吧，原来的何君妻因为死得太冤，用灵魂献祭，与地府做了交易，我就是那个来消除他怨念的任务者。所以你是只鬼？也能这么说吧。君妻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他也不知道自个儿算不算是个鬼，因为他不入轮回，好像呢也不属于是地府的。你原本的名字叫什么？君妻，君是我的姓氏。等会儿，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即将要发生的大事吗？为什么这个家伙能够这么平淡地接受自己不是一个人的事实，还一个劲儿地问呢？你说。玉墨之万分淡定，君妻无语，这整的好像是他大惊小怪一样的，这几个意思啊？我刚在温泉，魂魄突然有一瞬间的不稳，我干了这么久的任务，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玉墨之看着他，也是跟着脸色严峻起来。魂魄不稳，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丫头的魂可能会从这具身体里面消失啊？我算了一下，有人正在用术法吸取这方天地的天道之力，所以你会受到影响。玉墨之眼中寒光闪动，不管他是人是鬼，他既然是认定了，那就是他的人，谁都不能夺走。这不是重点了，重点是这方天地的天道之力若被人索取，那这方天地就会出现异动，到时候必然天下大乱。你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大概会离开这具躯壳，回到地府。这个世界一旦脱离了原来的轨迹，君妻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他由地府而来，必然是不能够跟着这个世界走，这也是他魂魄不稳的原因。若本王死了，是不是也要跟你一样入地府？理论上是这样。那好，你生我生，你死我死。君妻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生死相随整的都有一些不知所措了。大哥，咱现在不是应该讨论拯救世界的壮举吗？这画风变得有点奇怪啊！容不得君妻多想，他跟玉墨之骑快马，连夜赶回了城。要想找到人，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找一国之君帮忙。哟呵，明悟老和尚，你动作够快的呀！阿弥陀佛，何施主可有良策？这能有什么良策呀？找到人直接干他就对了。那些人能有如此高深的术法，必然不是一般人能够对付的。你现在担心这些是不是早了点啊？还是先把人找到再说吧。对了，皇上，您要不要先想好退路？要不然我卖你几张保命符。皇上，我跟您说啊，带上我的符，我保证让您免受荼毒，就是您周围人都没了，您也会活蹦乱跳的活得好好的。量大优惠，您要买的多，我还能给您打折呢。您看您这么大一皇帝，也不差钱，也不能不顾老婆孩子自己活命不是？这些我都为您想到了，虽然辛苦些，但为了您这个财神爷一国之君，我会尽量多画几张的。怎么样，我够意思吧？这都什么时候了，这臭丫头还能不能正经点了？就连明悟方丈都忍不住的抖了抖眉毛，他觉得还是联系一下别的大能比较的靠谱。万一这位要真的是想要发国难财，说不定还得反过来帮助那个搅动风雨的人呢。怎么样，人找到了没有？隐藏太深，而且那人手里应该有能逃避查探的法器，就没有其他办法？有呀。什么办法？大家有难同当，等着一起倒霉呗。滚！皇上，明悟方丈求见。快有请。皇上，老衲这几日翻阅古籍，找到一个免于灾祸的办法。什么办法？大师快言来！以魂为引，找出那些人。靠，老和尚，你不会是想要自己调出那些人吧？何施主知道引魂之法？他能够找到这个办法，还是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古籍上也只有寥寥数语，具体能不能成的，这都不知道呢。知道呀，一个大能的魂力有着无法想象的能量，曾经就有人吸取过数十位大能的魂力，成为了一方世界的神。只不过这种靠窃取得来的能量为上苍所不容，最后他还是被地狱阎君发现，然后被打了个魂飞魄散。阎王那老头子还拿这件事情跟他吹嘘过呢，君妻都不知道他牛掰什么，就是跟那个人打仗赢了，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呀？还请何施主助老衲一臂之力。宁武老和尚，你可要想好了呀！你若用此法，不仅要杀了自己让魂魄离体，还很可能魂飞魄散啊！这一个弄不好的，就连投胎转世的机会都没了。老衲心已决，地藏菩萨有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何施主莫要再劝了。可你可能连地狱都入不了，直接没了呀！老衲不悔。等等，你也是个大能，你为什么不能牺牲一下？皇上老爷子，你这什么意思？你是盼着我去死吗？我说咱们也没什么深仇大恨的，顶多就是你大外甥不顾你的意愿，非要娶我当老婆。哎，我知道你不满意，但你也不能这么损吧。再说了，我不仅给你出谋划策解决了不少难题，我还救过你老婆的命。你就是这样对待娘人的？冤正第一噎，不是他也就随口一问，没想到还捅了马蜂窝了。你闭嘴，一点国家大义都没有，你还好意思吵吵？我就是没胸襟，没气度，也没道德，你能咋的？怎么还想道德绑架他呀？皇上息怒，何施主的能力太强，确实不适宜当这个诱饵。为何？此法过于凶险，若实施不当，魂魄被那些人所夺，若得到何施主的魂魄之力，那些人恐怕再也无人能抗衡。再有，何施主若是消失，那他来此间的目的也就失败了，到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另一场灾难。君妻的任务失败，原主的怨气再次聚集，那么这方天地依然是会遭受重创的。毕竟能够让阎君动用逆转时空的大阵的，那不可能是等闲之辈。渊正帝都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臭丫头居然能够影响整个天地，突然觉得还是自家的大外甥捡了个便宜，这怎么回事啊？
本姑娘之能，岂是尔等凡人能遇见的？本该是万籁俱寂的夜晚，可是福光寺却是灯火通明，众僧人盘腿而坐，聚集在广场上，一声声佛偈自僧人的口中而出。明悟方丈也盘腿坐在了广场中央，他周围几位大能面向他，把他围在了中间。老和尚，你真想好了？和施主动手吧。成吧。君妻也不再说什么，他咬破了手指，抛出了7支蜡烛，血滴到了蜡烛上。蜡烛在明悟方丈的上方，围着明悟，无火自燃。这7根蜡烛能保你肉身7日不死，本姑娘会尽量让你魂魄在7日内返回。这是他能够尽的最大的力了。若是7日之内明悟的魂魄回不来，那他就必死无疑。多谢何施主，客套话就别说了，咱们开始吧。君妻伸出了手，隔空一掌挥出，明悟方丈身子一颤，立刻就没了声息。他头顶的蜡烛火焰突地拔高，咱们走。君妻招呼一声，随着明悟的魂魄飞奔而去。玉墨之带着阎狼卫紧随其后。随后几位被明悟方丈招呼而来的阴阳玄术师也跟了上去，一行人不停不歇地行了1天2夜，终于是在一处喧哗热闹的城镇停下了脚步。何姑娘，我们是不是弄错了？看着眼前毫无异常的镇子，有人问道：我在明悟老和尚的魂魄上下了追踪咒，不可能弄错。明悟老和尚的魂魄受那些人的术法影响来到这里，突然失去了踪迹，这里肯定有能逃避追踪的法器。那怎么办？别慌，让我想想。我们可以引蛇出洞。要论起玩阴谋诡计，玉墨之当属个中翘楚。莫大王爷真是诡计多端，我等望尘莫及。玉墨之一噎，行吧，就当你是在夸我了。咱们先去吃饭，吃饱喝足休息好了，等晚上咱们去干大事。要说君妻那精神头，2班的人都没法比，1天2夜没吃没喝没休息，他居然还精神抖擞，也不知道是真的体力过剩啊，还是知道要搞事儿兴奋的。晚上，在这个镇子的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君妻一行人站在镇子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头上，众人齐心合力，一道金光直冲天际，照亮了整个城镇，也惊醒了还在睡梦之中的人们。金光逐渐暗淡，直至消失。快躲起来！君妻招呼一声，往旁边的草丛之中躲去，众人也是呼啦一声散开，各自寻找掩藏的地方。他们刚刚藏好，2个中年人就飞奔到他们刚刚站立的地点，四处查看。三爷，什么都没有。刚才那金光蕴含着强大的玄力，肯定有什么大能或法器在这附近。如今正是关键时期，咱们不能出一点纰漏。那属下再多带些人在这附近找找。找什么？带我一个呗。君妻突然从草丛里面飞身而起，落于2人的面前，紧接着玉墨之等人也是鱼贯而出，把2个中年人给包围在了中间。2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惊了一下，随即冷静下来，看着为首的玉墨之。不得不说，玉墨之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那都是鹤立鸡群一般的存在，无人能够越其锋芒。君妻跟这些个玄术师都非等闲之辈，但是别人呢还是下意识的把视线留在他的身上，这就是过于强大的人的气场。你们是何人？来收拾你们的人。我说这位缩头龟，你们居然敢窃取这一方世界的天道之力，你们是真不怕遭报应啊？你们是如何找到这里的？这你就别管了，说吧，老巢在哪儿？带咱们去做个客呗。哼，区区几个玄术师就想阻我们大业，不自量力。你是马家人？嘿嘿，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们马家。啥马家牛家的，很有名。马家曾是玄门中的佼佼者，200年前更是出了一位绝世天才。传言他能知过去测未来，呼风唤雨，逆天改命，甚至有人说他是传达天意的神使。这么邪乎，到底有没有谱啊？别不是个江湖骗子吧？他都没这么大的本事好不好？由于年代久远，是否真有其事我们并不得知，但据传闻马家那位天才不知何缘由在壮年之时陨落，自此马家也逐渐没落，到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马家的存在了。对呀，人还是不能太高调了，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对，玄门中有一秘术，借天道之力附死者之魂，你们该不会是想复活那位马家天才吧？我靠，你们真打算逆天而行啊？看三角眼的表情，君妻知道自个儿是猜对了。你们这可是倒行逆施，要遭天谴的。君妻有些不理解这些人的想法，人都死了200年了，这些人呢也筹谋了200年，一代接着一代的谋朝篡位都没有他们来的执着。天地不仁，我马家为何不能负了这天？
我说大兄弟啊，军七觉得吧，这人呢被洗脑的不轻。你们为什么对一个死了200年的人这般执着呀？就你们这能耐，有他没他还不是一样能称王称霸？难不成复活了他，你们还能飞升成仙啊？军七一直以为这些人窃取天道之力是想要做这方天地的主宰，谁知道人家居然是为了一个死人，就挺不能理解的。废话少说，既然你们知道了我们的秘密，那你们就自认倒霉吧。说着，三角眼从怀中掏出了10多张符纸，符纸抛出，快速地飞向了军七等人。无论他们怎么躲，符纸都好像有了生命一般，死命地缠着他们。最终，他们都被定在了原地。杀！三角眼命令一声，拔出了剑，冲向了玉墨之，而那个灰衣人则朝着那几位玄术师而去。就在他们的剑即将刺到身上时，玉墨之突然就闪身躲开，然后伸出手抓上了三角眼的手腕，一个用力，三角眼吃痛的同时，被玉墨之一掌给打在了胸口上。三角眼喷出了一口血的同时，那个灰衣人也被军七给一脚踢开了。军七走到那些被定住的人的身边，除去了他们身上的符咒。你们，哎呀，这种小儿科的符，本姑娘3岁就不玩了。说实话，本姑娘跟你们马家那个天才一样，从出生到现在就没遇到过敌手。唉，这种无敌的寂寞，你是理解不了的。三角眼都无语，有被侮辱到。谢谢。趁着夜色，一行人在马家都没有准备的时候，就摸到了马家的地下密室。密室的温度极低，四周围的墙壁上密密麻麻的符文，看得人都眼晕。密室的中间摆放着一个水晶棺，水晶棺里面躺着一个30多岁斯文俊逸的男人。男人双手抱着一只罗盘，罗盘不断的转动。男人上方吊着一只钵盂，钵盂内金光闪现，他不断的吸取着能量。军七飞身而上，一把抓住了钵盂的边沿，想把它给拿下来。可是任凭他如何使劲，钵盂都分毫未动。他们这里的动静惊动了马家人，一批人赶了过来。三弟，看着被打得出气多进气少的三角眼，马家的老大跟老二皆是红了眼。很快的，双方就打起来了。军七见钵盂拿不下来，于是一掌就劈开了水晶棺，把尸体手中的罗盘先给拿了出来。这个罗盘可是一个法器，不仅能够抵挡攻击，还能够隐藏实力，关键是它还有着镇宅避灾的作用。这个宝贝亏他了。军七看了看钵盂，又低头看了一眼水晶棺里的男人，然后他伸手从后背掏出了战镰。都给本姑娘躲开！军七大喝一声，玉墨之等人迅速地避到了角落里，战镰挥出，钵盂连同水晶棺里的男人立刻就一分为二，钵盂里的能量爆发出刺眼的光芒，然后就消散而去。紧接着，男人的身形慢慢的变成了灰雾，顷刻之间就消失不见了。老祖，拿下！你们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复活一个死人？军七始终想不通，有那个闲工夫，为什么就不壮大自身呢？那人肉身已灭，马家人也没什么要隐瞒的，于是他们就交代了复活那个男人的原因。原来那位马家天才是被天道所灭，当年那位马家老祖并没有多强的修炼天赋，只不过呢，他会些个旁门左道，就好像窃取天道之力一样，他窃取别人的玄力壮大自己，最终就成为了世界上无人不知的大能。只不过他的这种做法为天道所不容，于是在他又一次害死了一位玄术师的时候，就被天道降下的罚雷给劈死了。而马家作为助纣为虐的人，也被天道惩罚，在玄术一途上没有了任何的天赋。后来不甘心的马家人在整理那位老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借天道之力让人起死回生的办法，于是呢，马家人就又重燃了希望。马家的事儿解决了，军七找到明悟方丈的魂魄，然后打了一道符，助他返回肉身。小妹，你等等三哥。三哥，你快点，我在前面等你。足有将近200人的队伍护送着3辆精致的马车穿行而过，他们精神抖擞，均是佩戴着刀剑，看上去颇有威势。啥人啊，这么大牌面？回王妃，应该是进京议事的平凉王。啥来头啊？先平凉王是先皇的结义兄弟，曾有从龙之功。那岂不是皇上都要叫他一声叔伯？阎王位一噎，也能这么说吧，只不过皇上敢叫，估计这先平凉王他也不敢应啊。莫大王爷，按辈分你应该称呼人家爷爷吧，突然变成了孙子，感想如何？要不要追上去先打个招呼认个亲？作为准末王妃，见了面别忘了叫人。他变成孙子，他就得跟着变成孙媳，所以大家一起多了一个爷爷。就问你感想如何？还有啊，这丫头似乎是弄错了辈分，把仙那个字儿忽略了。你妈又被反击了。
客官，里面请。玉墨之的出现让熙熙攘攘的茶肆安静了几秒，可能是很难见到这样气场强大又容颜绝世的人吧。君妻觉得在玉墨之的身边，他总是被秒成小透明，就挺心塞的。哼，这些个肤浅的人，一副臭皮囊，有什么好瞧的呀？他才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好不好？看什么看？脸能当饭吃？众人回神，也转头吃饭的吃饭，喝茶的喝茶，不再盯着他们瞧了。三哥，那位公子长得真是俊逸非凡，确实长得不错，气质也好。怎么，你喜欢？用不用三哥去帮你探探底？臭三哥，你敢打趣我，小心我让爹娘收拾你！一个正行，咱们就要进京了，你们给为娘守点规矩，听到没有？是娘。娘您放心，女儿一定把那些京城女子的柔柔弱弱装得像像的，绝不给您丢脸。破后，小妹这是真性情，对不对，爹？对，我洛镇的女儿就得有我们平凉王府的风范，不能学那些小家子气的官家小姐，扭扭捏捏的，看着就跟风一样，一吹就倒。你就惯着吧，到时候嫁不出去，我看你怎么办。我们娇儿这么好，青年才俊随便挑，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喂，那个中年人是不是洛王爷啊？他年龄也不像你爷爷呀。跟先帝结拜，难道是忘年交？玉墨之无语，果然是把先这个字儿给漏听了。平凉王是世袭的爵位，玉墨之觉得如果不解释清楚，估计他面前这个丫头那天马行空的脑子指不定得歪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个拼爹的时代啊，真是对我们这种小可爱充满了恶意啊。他也想继承个王位什么的，可惜也没有人让他继承啊。你可以拼夫君，他也能给他荣华富贵无上的荣耀好吗？那还是算了吧，男人要是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了。与其靠男人，我还不如靠自己来的实在呢。这年头的男人骗身骗心不说，还骗你当牛做马，我可不想遭罪。玉墨之想不明白，他这消极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来的？貌似他也没做过什么让他失望的举动吧？难不成你想孤家寡人一辈子？玉墨之觉得他这思想很危险，他如果孤单一辈子，那自个儿怎么办呢？为什么不行？我以前做任务就是这么过来的呀，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多好啊，不用处理杂七杂八让人头疼的家庭关系，也不用担心有人算计自己的财产，更不会有人打着夫妻的名义让你做这做那的，简直不要太爽。他又不是养不活自己，干嘛自找麻烦的找个男人来虐待自己？你也可以找个能力强的，反过来算计他的家财，让他当牛做马。他其实也不是很介意呀。大哥，你到底会不会划重点？关键是自由啊！我要是找个男人，岂不是要被困一辈子？到时候我人都搭进去了，有比这损失更大的吗？君妻表示，他可是无价之宝，多少钱都买不着呢。玉墨之无语，突然觉得这丫头自信过头，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听到他以前也没喜欢别人的时候，他还挺高兴的，可貌似自己也不一定能够留得住他，又心塞得很。喂，小妹，说真的，三哥看这家伙着实不错，要不要打听打听？说不定这次来就多了个妹夫呢。坏三哥，叫你取笑我。这世界啊，不是拼爹就是看脸，不给我们这种普通人留活路啊。君妻还阴阳怪气地调笑了一句，以君妻跟玉墨之的耳力，自然是听到了兄妹二人的对话。不过呢，两人都没有放在心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你不得回头看两眼啊？小女生对于长得好看的异性多瞅上几眼，那也没什么特别的。你倒是有自知之明。哼，小白脸有什么好骄傲的？你竟敢袭击我们平凉王府的人！来人，有刺客，快把他拿下！领头护卫一声呼喊，平凉王府的众护卫随即就抽出了刀来，把阎郎卫给围在了正中间。阎郎卫摸出了马车上的刀，挺身而立，半点也不惧的跟他们对峙着。他们这动静惊动了茶肆里的客人，见有热闹瞧，君妻立马就丢下了筷子，噔噔噔的跑到了门边，往外面探头，看到是他们自己的人，他又噔噔噔的跑了回去。莫大公子，你的人跟平凉王府的人打起来了，你要不要去帮忙？玉墨之看着他满脸写着快打起来的兴奋样，内心是万分的无语。这丫头不上战场，那真的是可惜了。玉墨之没动，君妻又噔噔噔的跑到了门边去瞧热闹。你是何人？为何要行刺本王？在下只是个赶车的车夫，并无意冒犯，只是您的属下太过张狂，意图伤在下的马匹，在下不得已才出手。王爷，您别听他胡说，您看他带着刀还会功夫，哪是个普通的车夫？别说带刀会功夫了，就这气势就不像是一个车夫。拿下！小头领松了一口气，又有一些得意洋洋。果然，王爷还是相信他的。
众侍卫一拥而上，阎狼卫腾空而起，跟他们打在了一处。我靠，几十号人打一个，好不要脸啊！小六，加油！本姑娘看好你，打赢了给你加餐。跟别人打得正火热的阎六身子晃了一下，他们王妃又开始发疯了。把他也给本王拿下！有同伙儿，那洛震当然是不能放过了。他旁边的洛叶楠听到老爹的吩咐，首当其冲的冲着军妻就冲了过去。一个小丫头，他也没放在心上，只是还没等他碰到军妻呢，就被跟着玉墨之进茶肆的一个阎狼卫给踢飞出去了。紧接着，俩阎狼卫加入了战斗。三哥，剩下来的快回马车上去。洛娇不肯，洛叶楠只能是借着洛娇的搀扶站起来，乒乒乓乓的打斗声伴随着飞扬的尘土，现场是好不热闹。喂，军妻不知道什么时候窜到了洛叶楠兄妹的身后，把他们给吓了一跳。别紧张嘛，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咱们现在也算认识了，怎么样？要不要做笔生意？什么生意啊？你看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实在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要不然你们破个财消消灾？洛叶楠跟洛娇都傻眼了，不是这神经病哪儿来的呀？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也就是本姑娘心情好，才勉勉强强的给你们个台阶下，要不然分分钟让你们跟那个动不动就拿下这个拿下那个的老头子一起滚着进京。你们也不瞅瞅这是哪儿？天子脚下，说抓人就抓人，天王老子都没你们狂。你放肆！你可知我们是谁？你们有点心意成不成啊？每次都是你可知我是谁，他听得都烦了。这是天子脚下，什么王爷、皇子、公主、大臣、夫人、公子、小姐的，我一板砖下去能拍死仨。就是皇上出门都得瞅瞅对面那老头是不是他恩师。你们俩毛都没长齐的毛孩子，还是想想本姑娘是什么人吧。洛叶楠和洛娇都一脸的无语，不是你们京城这么复杂的吗？跟在自家父王身旁的洛家老二洛彦北见到自己弱小无助的弟弟妹妹被军妻凶狠的堵在那儿，赶忙上前护住了弟妹。你们到底给不给钱？不是，这怎么突然有了一种被打劫的既视感？来俩人，拿下他们！隐藏在暗处的阎狼卫出现了两个，在三兄妹还懵逼的时候，就把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下子全都消停了。放开小儿！你想要什么只管提，只要不伤害他们，我们都答应。怎么突然有种占山为王的错觉？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你们无事生非，给我们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本姑娘是个大度宽容的人，可以不跟你们计较。可医药费啊、误工费啊、心理伤害费啊，你们还是要负责的。你要多少？啥费用平凉王妃都没有听明白，他就只知道军妻是要钱。军妻伸出了一个手指头。好，我给你1万两，你马上放了他们。军妻的眼睛当时就瞪圆了，平凉王这么有钱呢？他只是想要说一个人100两，谁知道是自个儿浅薄了。突然发觉，其实这抢劫也是一种生财之道啊。咋的？还想打呀？军妻是无所谓了，就怕这平凉王会倾家荡产。平凉王也算是看出来了，军妻他们绝非是一般人，这些个人个个是武艺高强，招招凌厉，却并没有对他们下死手，看来对他们也没有敌意。而且若是有心伤他们，隐藏在暗处的人不可能不现身的。是才是我们的人鲁莽了，姑娘莫怪。好说。军妻得了钱，心情不错，也乐意提醒这位冤大头几句。我说这位平凉王，姑娘知道本王。平凉王有一些吃惊，不仅吃惊于军妻认识他，还吃惊于军妻知道他，还敢打伤他儿子，讹他的钱。难道这小丫头有什么尊贵的身份？你们这么招摇，马车和护卫都有特有的标志，猜都猜出来了好吗？虽然他不认识，但是玉墨之认识。平凉王啊，本姑娘可好心提醒你啊，京城可不是你的封地，可容不得你称王称霸为所欲为。平凉王一噎，他什么时候为所欲为了？你的这些属下一看就是在封地惯出来的狗眼看人低，有自大傲慢的毛病，这要是进了京啊，平凉王你怕不是想凉？平凉王眼神凌厉地扫向了那个挑起事端的小头领。王爷饶命，属下再也不敢了。到底怎么回事？平白无故的被打了，又被讹了1万两。他说是稀里糊涂的不弄清楚来龙去脉，估计这晚上连觉都睡不着。小头领敢说吗？显然他是不敢的。最终平凉王在别的护卫那儿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平凉王那个气呀，感情到最后吃了这么大的亏，他还不占理，不仅憋屈还丢人。玉墨之走过来，连一句话都没说，带着军妻就上了马车，扬长而去。因此他也没有看到洛娇看着玉墨之的背影，那有一些痴迷又若有所思的目光。平凉王，咱们后会有期，下次打架记得找我，我给你打折。
我可去你的吧！平凉王以前进京可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总感觉今年拖家带口的会不太平。丫头呀，元正帝就笑得颇为的阴险。你干嘛笑得这么猥琐呀？以往不是臭丫头就是死丫头，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皇上，你不会是又有什么事儿吧？这臭丫头脑子这么好使干什么？是这样。因为这次的事各地都有些小损伤，所以朕打算让钦天监做场法事，为天下百姓祈祈福。说到这里，元正帝就顿住了。去呗，跟我有啥关系？朕的意思是，你本事这么大，这种为国为民的事怎么能少了你？见军期不接招，元正帝就给他戴了一顶高帽子，干脆挑明了说：皇上，您的意思是让我去给天下百姓祈福？元正帝点头，观察他的反应。祈福倒是没啥问题。元正帝欣喜，没想到这丫头这一次这么好说话。可是吧，他还没高兴几秒呢。不过这业务我不熟啊。说实话，皇上，你要让我降个灾呀、招个祸呀的，我肯定没问题。但祈福这事儿我是真没干过，万一我出点差错，祈福变祈灾怎么办？元正帝就想骂娘，这死丫头一身的本事，怎么就不知道干点正经事儿呢？你去找明武方丈，询问一下他的意见。行吧，军期也没有推脱，他还是有点为国为民的心的，就是不知道该咋操作。鉴于上一次骑马硌屁股的经验，军期这次坐着马车去了福光寺。福光寺的山门外，30-40个护卫守着一辆华丽的马车。军期下了马车一瞧，嘿，还挺眼熟的。那些个护卫瞧着他，嘿，也挺眼熟的。哟，你们主子也来福光寺了呀？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有话语权的护卫上前警惕的答话：上次他们就是在这个小姑娘的手底下损兵折将的，谁成想这世界这么小，他们这么快的又遇上了。别紧张啊，上次已经银货两讫了，本姑娘不会找你们麻烦的。你不说，我还把银票这场给忘了。1万两啊，他几辈子恐怕都挣不来。京城这物价可真够贵的。何大小姐啊，是我。小沙弥呆愣2秒，然后转身嗷了一嗓子。何大小姐来了！看着跑进去通风报信的小沙弥，军期有点慌了。这鬼子进村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啊？何大小姐可是来找明武方丈。为首的和尚鞋差点都跑掉了。明武方丈正在参禅，何大小姐您里面请。自从上一次军期复活了明武方丈之后，他就成为了福光寺众僧人心目之中的神人。外面的众护卫看到这个场景都有点懵了，连他们家王妃都没这样的待遇，貌似这姑娘的来头有点大呀。不知明武方丈何时会有时间？骆少爷，你怎么在这里？他们就这么有缘的吗？你这话说的，本姑娘怎么就不能在这里啊？咋的？你要找明武老和尚卜卦看命啊？怎么样？要不要本姑娘帮你引荐？咱们也算熟人了，价钱好谈。神经病吧他！这是打算把方丈给卖了？不急哈，我先进去跟明武那老和尚说点事儿，你先想想，待会儿我出来咱再商量。这平凉王府貌似挺有钱的，碰上了是不是就说明这是老天爷给他送来的钱财啊？军期溜溜达达的进了明武方丈的禅院，小沙弥不仅没拦着，还毕恭毕敬的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他有提前打招呼。何大小姐是我们寺的贵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谁都不敢拦。当然了，也没人想拦。人不大，貌似能耐不小。跟明武方丈敲定了祈福的事儿，军期又溜溜达达的出来了。哟，骆少爷还没走啊？在下骆彦北，排行老2，还请姑娘引荐引荐。好说。军期又做了一个标准的搓手指的动作，骆彦北马上就掏出了银票。这小子还挺上道的。你跟我来吧。军期把银票揣在了怀里，又转身往明武方丈的禅院走。骆彦北有一些踌躇，他以为军期还要问一下明武方丈的意思呢，可谁知道人家连问都不带问的，直接就要带他进去。他看了看门口的小沙弥，见小沙弥也没什么反应，他试探性的就往里面走，结果呀，还真就没人拦他。他总有一种被骗了钱财的感觉，该不会是这个小沙弥联合那丫头骗他的钱吧？骆彦北一边往里头走，一边在心里面琢磨着自个儿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明武老和尚，我给你带了个冤大头，财神爷，赏个面子跟他聊两句呗。落在后面的骆彦北都傻了。明武失笑，不用说呀，这姑娘又发了一笔小财。军期把骆彦北丢给了明武，高高兴兴的就走了，这一趟没白来。军期，你看我今儿带的这只钗好看吗？钗是挺好看，
就是配你不太合适。什么嘛，我怎么就不配了？你是不是嫉妒我？得，你戴着很漂亮，你说什么都对，成了吧？哼，这还差不多。围着他们的几位小姐有一些忍俊不禁，跟君妻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呢，虽然是粗鲁了一些，但真的称不上是跋扈。只要你不惹他，他还是挺随和的，甚至有的时候呢，他还会让着你。你们说什么呢？再说他头上的钗特别的好看，跟他配的不得了。是吗？我怎么觉得你这钗戴着这么显老啊？其实大家也劝过他这话，无奈他就是喜欢，谁也拦不住。你们，我不跟你们玩了啊！你们听说没？这次平凉王带了2儿1女进京，看来啊是真的打算给一锅端了。什么一锅端啊？就是定下2个儿子和1个女儿的婚姻大事啊！我跟你说啊，君妻，你以为平凉王为什么突然带着家眷进京啊？平凉王的封地远在东南，他的3个子女均到了适婚的年纪，2公子和3公子迟迟没有定下，就是因为封地没有门当户对合适的人家，他想在京城挑儿媳妇。平凉王府的世子夫人就是当年京城有名的大家闺秀，待会儿也不知道是谁能够被平凉王妃给看上。哎，清寒，你待会儿可得小心点啊，这次可不能出风头。你们是不是太杞人忧天了？你可别不当回事儿，咱们这京城高门适婚的就那么几个，你又是佼佼者，依我看被盯上的几率很大的。咋的？你们都不想嫁进平凉王府啊？哎，也不是啦，主要是平凉王府离咱们京城比较远，嫁过去就是远嫁，将来无论是帮衬娘家还是依靠娘家，都有些望尘莫及。而且嫁的又不是世子，咱们京城高门府邸的嫡女大都是要当义父主母的，谁愿意远嫁还要在别人手底下讨生活呀？不过若是庶女或是小门小户人家的女儿，应该是愿意的。毕竟平凉王府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攀得上的，但是看平凉王这架势，应该也不会选一些小门小户。可是大家嫡女，人家还真是没有多少愿意的。如果真的被选上，到时候同意吧，就是自个儿的一辈子；不同意吧，又得得罪平凉王，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皇后娘娘，不知那位穿青色衣裙的小姐是哪家小姐啊？万皇后看到她指着的人，嘴角抽了一下。难道那丫头真是个招人的？怎么隐藏在犄角旮旯都能引起平凉王妃的注意？那是曲阳侯府大小姐和君妻，怎么平凉王妃相中了她？这要不要提醒她一下？这丫头名花有主了。皇后娘娘误会了，臣妾只是看那位小姐有一些眼熟，好像臣妾在来京的路上认识的一个人。娇儿，你告诉母妃，你觉得那日跟何君妻在一起的那位男子如何？母妃，平凉王妃立刻就明白了女儿的心思，有了底，她开始打听那个男人的来历。这位何大小姐看起来颇为有趣，不知哪位是曲阳侯夫人？臣妾倒是想见见是何等人家能够养出这样的女儿来。曲阳侯夫人有恙在身，近日并未前来。他总不能说宋倩如是害怕丢人所以才不来的吧？那倒是可惜了，不知能否把何大小姐叫到近前来说话。你说你怎么偏偏盯上了那丫头？平凉王妃稍后，本宫差人去问问。万皇后敢应下吗？那丫头连万岁爷都不放在眼里，她可没底那个丫头会不会过来。再说了，以那个丫头的脾气，过来了那也不一定是好事啊。平凉王妃听到万皇后这样的回答，都有一些惊讶了。一国之后难道这么的没有分量吗？连叫个官家小姐近前说话都得询问人家的意见。皇后娘娘好哟，平凉王妃，咱们可真是有缘啊！万皇后看了平凉王妃那不太好的面色一眼，她就说嘛，这平凉王妃为什么突然就问起君妻呢？感情是有过节。这丫头也真的是挺能招灾惹祸的。平凉王一家子那好几年才进一次京呢，居然就这么给撞上了。大胆，见了皇后娘娘跟本王妃为何不行礼？难道这便是京城官家小姐的教养吗？这您可就冤枉京城这些官家小姐了，主要是本姑娘的礼您受不起。胡言乱语，本王妃看你就是藐视皇后娘娘跟本王妃，她可是王妃啊，怎么可能受不起一个小姐的礼呢？平凉王妃莫恼，何大小姐确实不用向本宫行礼，因为她得万岁爷赏识，有见君不拜的圣旨。见了皇上都不用行礼，你啊就靠边站吧。平凉王妃的瞳孔缩了一下，见君不跪的圣旨连平凉王都没有，眼前这个小丫头貌似不只是曲阳侯府大小姐这么简单呢。如此，那倒是本王妃唐突了。本王妃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何大小姐可莫怪呀。没事儿，虽然您没什么礼貌，喜欢以身份压人，还孤陋寡闻，但好在本姑娘是个豁达的，不喜欢与人计较。万皇后的额头划下了一道黑线，她心说这话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说吧，叫我啥事儿？
总不可能是想跟我叙叙旧，聊一聊咱们之间曾经的恩怨情仇吧？他们之间那可是隔着1万两的仇怨呢，有什么好聊的呀？在君妻的心里，隔1两银子那都是仇人，1万两那都赶得上仇深似海了。平凉王妃的脸黑了一下，她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刚的人，有些都不知道该怎么接着说下去了。何大小姐可真是风趣啊！平凉王妃干巴巴的找了一个台阶下，万皇后都替她尴尬了。在这丫头的手底下吃了亏，这平凉王妃还没有摸清楚这丫头的底细呢，就迫不及待的找事儿，那也是挺勇的。平凉王妃，您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上次误会，本妃一直夜不能寐，挂怀于心。今日宫宴再见到何大小姐，本妃就想着与何大小姐化干戈为玉帛，接过以往的恩怨，不知何大小姐意下如何呀？平凉王妃，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求我？被坑了1万两，还反过来跟他求和，绝逼是有猫腻吗？平凉王妃被君妻整得有点崩溃了，她很想吼一嗓子，问问君妻到底能不能按照正常套路来走了。本妃只是觉得跟何大小姐比较有缘，小女第一次进京，也没什么朋友，所以想着让何大小姐跟她做个伴儿。平凉王妃，你确定？有人会求着有过节的人跟自个儿的女儿当朋友吗？这平凉王妃莫不是有什么大病吧？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本妃也不是什么小气之人，何大小姐何不放下成见，跟小女交个朋友，说不定咱们以后还能成为一家人呢。一家人？什么一家人？君妻挠了挠脑袋，表示不能够理解平凉王妃的脑回路。万皇后眼眸微闪，莫不是平凉王妃真的相中这丫头了？不能吧？可是曲阳侯府除了君妻，也就是他的4位兄长了，何慧莹基本上可以抛弃不提。不是相中了君妻，那难不成是相中了曲阳侯府那4位少爷？平凉王妃，你就直说吧，到底想让我干什么？这小丫头怎么如此的难对付？既然何大小姐这么直爽，那本妃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本妃看何大小姐的兄长很是不错，不知她可曾婚配啊？什么兄长？何大小姐何必装糊涂呢？本妃至今可就只见过您的1位兄长。您先等会儿，难不成您说的是跟我在茶肆的那个人？正是。君妻无语，这搁这闹了半天，原来是看上了玉墨汁啊。那什么，平凉王妃，您是从哪儿看出来他是我哥的？举止亲昵，又比何大小姐年长，不是兄长是什么？何大小姐，实不相瞒，本妃知道你们曲阳侯府4位少爷，只有1位是已经婚配的。本妃只是想要知道，那日茶肆里遇到的你的那位兄长，可曾婚配啊？万皇后越提，这脸上的表情就越古怪。君妻这人呢，虽然表面上吊儿郎当，不拘小节，但她跟别人都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哪怕是个女孩子，她也不会过分的亲密，更何况是个男人呢？除非那个人跟她的关系不一般，能够吸引平凉王妃母女，又跟君妻关系密切的男子，难不成是？君妻的表情那也是一言难尽。他倒是还没成亲。落娇的眼中迸发出惊喜的光芒，平凉王妃也是满意的点点头。那男人配自个儿的女儿也不算是辱没了女儿，可是他已经定下婚约了。君妻一句话就把平凉王妃母女2人刚刚升起来的美好激动的心情给打散了。真的？千真万确，比真金都真，不信你问皇后娘娘。确实如此。到这里，万皇后如果还不知道他们说的是谁，那她也就白活了。你骗我们！皇后娘娘都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你哪位兄长，又怎么会知道他已经与人定下婚约？其实皇后娘娘比你们清楚我说的是谁，人家万皇后跟你俩脑子不清楚的可不在一个等级上。那你倒是说说，与他定下婚约的是哪家小姐？你也别想着随便编一个骗我们，我一定会让人去查的。那什么，郡主，你先别激动。君妻心说，玉墨之莫不是一个狐狸精变的吗？怎么就仅仅一面，还是不怎么愉快的会面，就把别人给迷得五迷三道的？你说呀，他未婚妻究竟是哪家小姐？其实他未婚妻你也见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个人就是我。平凉王妃和女儿都愣住了，就连离他们不远的落雁北兄弟俩都有一些傻眼。这谁能想到说来说去，说的居然是人家的未婚夫婿呢？你撒谎！你兄长都没定下婚约，你怎么可能先定下？何大小姐这情况比较特殊。万皇后看着失态的落娇有一些头疼。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是你的未婚夫？其实她还是不敢相信，君妻这么一个疯疯癫癫又没什么特色的女人，会有着那样一个让她一见难忘的未婚夫婿，打击不小啊，都有点神经了。我未婚夫人中龙凤，我
天之娇女，我们俩玉皇大帝做的媒，天作之合，这京城人都知道，不信你问问他们。听到他这么不要脸的话的众人，就有些适应了这位何大小姐时不时的惊人之语。都是误会，舍妹无状，还请何大小姐海涵。他对君妻本能的有一些敬畏，这位别看外表不起眼，但是能够做明悟方丈的主，让福光寺上下奉为上宾的人，岂能是泛泛之辈啊？明白，我那个未婚夫婿是有点招蜂引蝶，这也怨不得骆郡主。其实骆郡主不必太在意，这京城大家闺秀很多人都曾跟我是情敌，就今日在场的大家小姐，有一半都打过他的主意。众小姐一噎，你不说的话，我们都忘了曾经为了莫王妃的位置，大家使出了18般的武艺，争得面红耳赤的那些过往。你是没瞧见当初他们那饿虎扑羊的劲头，好家伙，就跟800年没吃过肉似的。呸！他们那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后半生的幸福而努力。现在你再看看他们，还不是有说有笑，姐姐长妹妹短的相处愉快。所以说男人这种生物，争不到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众人简直无语，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呀，缘分这东西啊，真没法说。当初就我瞧不上他那种小白脸，偏最后他就看上了我，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的成了他的未婚妻子。我知道，肯定是你威胁了人家。不对，我看呀，是你对人家下了药。什么呀？你们这都不靠谱。依我看，肯定是君妻死缠烂打，那位不胜其扰，才被迫选了他。你们都给本姑娘闭嘴！你们把本姑娘当什么人了？我告诉你们，要不是他哭爹喊娘的非要娶本姑娘，像本姑娘这样的小仙女，怎么会便宜了他那个魔头啊？定下本姑娘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嘘！众人齐声嘘了一声，以此表达心中的不赞同。你们谁有意见？别在下面嘟囔，站出来说！大家又不是傻的，谁会站出来跟他这块滚刀肉面对面的刚啊？哼！你们就是嫉妒本姑娘，像你们这等凡夫俗子，也只有仰望本姑娘的份儿。你们有意见？没有。形势比人强，他们有意见那也不能说呀。没吃饭呀？大点声！没有。这下的众人的声音都能传出2里地去了。君妻总算是满意了。万皇后有一些哭笑不得，这号召力比她还强呢。这还差不多，看到没有？本姑娘就是这么受推崇。哼，你说了算呗。王爷，对面那位可是咱们在茶肆遇到的那位公子？不错，你可知他的身份？他就是咱们大院那位镇守西北的莫王。平凉王妃也惊了一下，她没有想到玉墨之的身份会如此之高。果然，她女儿的眼光就是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配得上自己的女儿。至于她的未婚妻嘛，哼，那样的一个浑人，怎么配跟自己的女儿比啊？平凉王妃自信的以为，只要自己想，玉墨之就是她女儿的。她的这种自负，其实大多数是来自于封地时无人敢于忤逆她的优越感。平凉王妃隐晦地碰了一下自己的女儿，然后就朝她使了一个眼色。落娇看着母亲，知道她的意思，但她有一些犹豫。她对对面那个无一不再吸引她目光的男子心动不已，但是想到了君妻，她又退缩了。你要想想，那样的一个男人配那位言行放浪的何大小姐，岂不是辱没了她？你要是从何君妻的手中把莫王给抢过来，不仅报了他刚刚羞辱我们母女的仇，还可以拯救莫王于水火。莫王人中龙凤，怎么可能看得上那么一个一无是处还没有一点规矩的女人呢？他肯定也是不愿意的。你这也是为了他好，你可是比那个何君妻要更加的适合莫王，这一点母妃想在场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你不要有负担，你想想，只要你成为了莫王妃，跟莫王琴瑟和鸣，莫王不仅能够免于何君妻的荼毒，还能够得到一个与他情投意合的枕边人，这对你们来说都是好事啊。平凉王妃的蛊惑很快就起到了作用，也可以说落娇本来就认为自己呢更加的适合玉墨之，她只是需要一个借口，而平凉王妃呢正是给了她这个借口。母女俩悄悄的达成了一致，平凉王妃悄悄的碰了碰平凉王，然后示意他看看自己的女儿。平凉王疑惑的看着女儿有一些扭捏的小动作，然后顺着他的目光就看向了玉墨之，他马上就心领神会啊。玉墨之无疑是大越最优秀的男儿之一了，又身份高贵，如果能够成为他的女婿，哎呀，顿时平凉王也有一些激动了。他怎么就没想到呢？莫王回京也不久啊，应该也没有定下婚事吧？他先探探底再说。皇上，小女近日习得一曲剑舞，
今日宫宴，不如让小女给各位舞一段，助助兴如何？好，准了。不一会儿，一身红衣、身姿飒爽的女子拿着一把剑就走出来了。好，骆郡主这舞确实独树一帜，很是别致。皇上皇后娘娘谬赞，乐娇愧不敢当。莫王觉得小女这舞如何？尚可。小女在家就好骑射武艺，不知有时间能不能请莫王指教一二？不能，莫知公务繁忙，确实抽不出时间来。上次朕找他都忙得脱不开身。摊上这么一个拒绝都不知道给人留一点颜面的大外甥，他能怎么办呢？是啊，平凉王有所不知，自莫王定下婚约以来，他除了政务就是他的准王妃，连万岁爷找他吃顿家常饭都得等着呢。万皇后都不知道平凉王妃母女俩是怎么想的，平凉王不知道玉墨之有未婚妻也就罢了，他们俩明明知道啊，却还上赶着往上扑，这是想要撬军妻的墙角吗？他们倒是自信，也不怕再丢一次人的。皇上皇后娘娘，臣妾有一事相求。平凉妃请讲。皇上，臣妾想要求皇上给小女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成为莫王妃的机会。夫人，众人立刻又来了精神了。哎呀妈，看来这大戏还没散场呢。何大小姐呢？咋还不回来呀？真是急死个人呢。平凉王妃，莫知已经跟人定下了婚约。是啊，平凉王妃，刚刚你是见过曲阳侯府大小姐的。咱们大越优秀的男儿不知凡几，本宫看你不如再另外寻一个。这个平凉王妃啊，怎么就这般的贼心不死呢？她这脸非得被打烂了才肯罢休吗？一听平凉王妃早就知道玉墨之有了准王妃，并且呢，她还见过平凉王的脸色也不好，自家女儿又不是嫁不出去了，干什么非要抢别人的男人呢？这男人如果对她有心还好说呢，问题是人家莫王刚刚可一点都没有犹豫的就拒绝了。他家王妃这是疯了吧？非要给女儿找一个有未婚妻，对她还没什么意思的男人。皇上皇后娘娘，臣妾以为何大小姐无论是身份容貌还是规矩教养都不足以匹配莫王，倒是小女反而比她更为合适。哼，您倒挺自信呢。皇上皇后娘娘，臣妾也不强求，只是希望小女跟莫王相处几日，若最后莫王还是对小女无心，臣妾也无话可说。可若是莫王选择小女，还请皇上给小女和莫王做主指婚。当然，臣妾也不是那等不顾别人死活的人。何大小姐若是被莫王抛弃，对她来说也是灭顶之灾了。到时候莫王也可以纳她做一个侧妃或者是妾室。平凉王妃还自以为大度的为军妻以后做了一个考虑呢。他对自己的女儿那是万分的有信心了。哎呀，元正帝这会儿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此刻无语的心情。这平凉王妃让女儿抢别人的未婚夫，还势在必得，一副施恩的口气对人家，这不要脸到了这个份上，也是够可以的呀。妃，皇上面前休得胡言乱语。皇上，内子口不择言，还请皇上恕罪。父王，女儿此生非莫王不嫁，希望皇上和父王成全。娇儿，你……皇上，恕夜难直言。圣妹确实比何大小姐更为优秀，何不把这件事交给莫王来定夺？这一家子这优越感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难道就不想想，曲阳侯身份地位权力都比不过他大外甥，军妻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见的那般不堪，如何能够成为莫王妃啊？叶南，需要跟母妃他们胡闹。无论如何，何大小姐现在是准莫王妃，你们这种行为与抢夺别人夫君有何区别？元正帝总算不那么糟心了，平凉王府还是有能够拎得清的人的。这是咋了？众人见到他终于回来了，这激动的脸都红了。哎呀妈呀，撕起来撕起来啊，赶紧撕起来打起来。茅厕又没人，你们不用憋着。瞧瞧，这一个个憋得脸都红了。你干什么去了？有人惦记他男人，他倒是一点都不带着急的，就看到了鲁坤，跟他聊了会儿。军妻就跟那村口老太太一样，她看到谁都能跟谁唠上，完全就没有没词儿的时候。你过来。他的男人还是让他自个儿去解决吧，也好让他心里面着点急，明白他大外甥的抢手程度，让他也上点心。啥事儿啊？不知道这又是演的哪一出啊？骆郡主要跟你争莫王妃的位置，你觉得如何？元正帝把问题抛给了他。要不要这么死心眼儿啊？哼，何大小姐该不会是怕了吧？怕倒是不怕。既然如此，那就是何大小姐答应了与小女公平竞争了。哎，那什么，平凉王妃啊，这事儿不是本姑娘答应就可以的。
自然，你还做不了莫王的主。本王妃只是觉得应该先征得你的意见。你这是先征得意见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在施舍人家呢。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跟莫大王爷是圣旨赐婚，御赐的婚配，除非是我跟莫大王爷能抗旨，否则就是你女儿争赢了也没用啊。圣旨啊，大姐，那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吗？你要是有别的想法，尽管跟皇上说好了。君妻一句话就把问题抛给了渊正帝。平凉王妃退缩了，莫王虽好，但是也没有命重要啊。众人有一些失望，平凉王妃这也太没用了吧，刚刚还一副气势汹汹誓不罢休的样子呢，何大小姐就一句话就把她给吓退了。您倒是拿出一点气势来跟何大小姐刚啊，这家伙的都干不起来，那他们还怎么看热闹啊？皇上，臣女愿效仿娥皇女英，与何大小姐一同伺候莫王爷。洛郡主这是要当个妾？娇儿，你可不能做傻事啊！娇儿，不得胡闹，还不快退下！皇上、皇后娘娘恕罪，小女年幼，不胜酒力，说了些胡话，让皇上和皇后娘娘见笑了。无碍，朕看洛郡主确实醉得不轻，还是先下去休息休息，醒醒酒吧。多谢皇上体恤。燕北、燕南，你们妹妹喝醉了，你们带她下去休息。何大小姐，娇儿是真心心悦莫王的，求您成全。若何大小姐不愿与我平起平坐，娇儿也可屈居侧妃之位。娇儿别无他求，只求能常伴莫王身侧。洛娇这行为属实让众人有一些呆愣。这位洛郡主到底是有多么的爱慕莫王啊？如此不管不顾的放低姿态，甚至连脸面都不要了，真的是好勇啊！燕南、燕北，还不快把你们妹妹带下去！洛叶南有一些于心不忍，洛燕北却是手脚利落的上前扣住了自家妹妹的手腕，想把她往外拖。这可不是心慈手软的时候，再让妹妹胡闹下去，那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洛娇趁着洛燕北放松警惕的时候，突然就挣脱了他的手，然后直奔那把他表演时候用的剑，直到剑身抵在了他的脖子上。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娇儿，哎呀，你这是做什么呀？快把剑给放下！娇儿，听父王的话，有什么事咱们待会儿再说。至于嫁给莫王的事，父王也会跟他好好商量的。莫王爷，娇儿可以为你做任何事，哪怕是死。娇儿自认没有人比娇儿更在乎莫王爷，娇儿自认身份样貌都不输别的女子，甚至娇儿的喜好也和莫王爷相投。娇儿不求正妻之位，只要莫王肯给娇儿个机会，让娇儿能常伴君侧，求莫王爷怜惜。说着，洛娇却是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似乎玉墨之不同意，他就活不下去一样。君妻，这位洛郡主，她到底知不知道她威胁的是谁啊？洛郡主，你确定跟莫大王爷志趣相投？他不会以为玉墨之统领几十万兵马就是喜欢舞刀弄剑吧？他要是这么想的话，那多少是带点离谱。何大小姐，我知你害怕我成为莫王爷的枕边人，会影响你在莫王府的地位，所以才百般阻拦。嘿，他话都没几句呢，怎么就阻拦了呀？何大小姐尽管放心，哪怕莫王更倾心于我，我也不会与你争正妃之位的。娇儿的心自始至终都只在莫王爷身上，与身份地位无关。所以你是在内涵我只是为了玉墨之的地位，而你是奔着玉墨之的臣去的吗？你表白就表白啊，还踩别人一脚就过分了。得，你是真爱，我就是个意外，成了吧？本姑娘在这里先祝我自己多个姐妹，洛郡主总没意见了吧？众人沉默。不是，作为咱们京城第一的混世女魔王，何大小姐，你可不能怂啊！莫王爷，求您成全。洛娇又把剑给放平了一些，众人无语。你这是求吗？你这分明是威胁，好不好？走吧。这等闹剧，还是让他们自个儿演去吧。有那个时间呢，他还不如跟君妻去走走呢。咱们就这样走了，会不会不太好？万一他要是被刺激的一不留神弄假成真，咱们跟平凉王的梁子可就结大了。你位高权重倒是不怕，问题是我无辜啊！这些破事可是你招来的，跟本姑娘一点关系都没有，凭什么本姑娘要跟着遭记仇？窦娥都没他冤，好不好？话说回来啊，莫大王爷，你觉不觉得你有点招桃花呀？以前咱们没定下婚约的时候，那女人前仆后继也就算了，毕竟对我没影响。但现在咱们这关系，本姑娘总是躺枪，本姑娘好倒霉的说。不行，本姑娘太亏，你得做点补偿。只有这样，他心里才能够舒坦点。君妻叨叨叨的被玉墨之牵着往前走，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让君妻的汗毛都抖了抖。娇儿啊，那剑这么近都能被救下来，看来洛郡主下次自杀得选好工具啊。那个，咱看破不说破嘛。
洛娇想要在京城觅得良婿，除了玉墨之，那是没有人会要她了。而且洛娇要死要活的，非要嫁给玉墨之，平凉王没办法，只能够找渊正帝说情，希望渊正帝能够做主给洛娇一个侧妃的名号。渊正帝那个为难呐，搁一般人他都能当场拍板，可是他大外甥跟君妻那都不是一般的人，一个冷心绝情，除了君妻谁的账都不买，一个混世魔王，折腾起来能够要人的命。他这边如果贸然给他们弄一个侧妃过去，那指不定那俩兔崽子怎么闹腾呢。再说了，他大外甥到现在都还没有把君妻给拿下呢，他这边就给大外甥添个障碍，大外甥还不得跟他急眼。别看他大外甥长得人模狗样，那个一表人才啊，可是那狠起来他就不是个人呢。丫头呀，打住！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没事的时候就臭丫头，什么时候不臭了，那指定是有事儿用着她了。丑话咱先说前头，若是因为骆郡主的事儿，您趁早打住。渊正帝心里的小九九，君妻摸的是透透的，渊正帝噎住了，这还让他怎么说呀？臭丫头，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真是欠揍。坐好，一个女孩子坐没坐相的，让人看了多难看。哼，你就是说这大天的那女人的事跟我没关系，别找我。软硬不吃怎么办？何大小姐，皇上的意思是您跟平凉王见见面，有什么话说开了就好了。您也不想平白多个敌人不是？他闺女看上的又不是本姑娘，本姑娘跟他有什么好说的？要谈他也应该是跟莫大王爷谈吧。墨汁要是能跟他谈，朕还用得着找你？渊正帝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君妻想到玉墨之跟平凉王面对面时的画面，一个说个不停，另一个是一言不发，最后呢，一个恼羞成怒，另外一个把他给拍到了墙上。哎呀，这还不如不谈呢。就莫大王爷那性格，要么不说，要么直接上手，确实不适合谈判。我还以为皇上是要我同意莫大王爷纳洛娇为侧妃呢，没想到皇上是想要让他自个儿去对付平凉王。朕又不傻，放那个女人进莫王府，这不是给墨汁找麻烦吗？皇上英明，可是让我跟他谈，好处你们生就俩占，得罪人的活倒是全归了我一个人。皇上您是不是当我傻呀？他才不干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活呢。朕若开口拒绝，平凉王心里必然有怨，墨汁也不行，这活还就你最合适。你当朕愿意找你咋的？还不是就你合适。玉墨之的准王妃名正言顺，就算闹起来，在平凉王看来，那也只是女子的小心眼和嫉妒心作祟，牵扯不到朝政。不干！君妻干脆的呀，让渊正帝都要心梗了。何大小姐，听说平凉王妃正在跟曲阳侯夫妇接触，看样子应该是想从他们身上下手对付您。那女人真是拎不清啊！她女儿要嫁的是莫大王爷，她不从莫大王爷身上下手，干嘛一个劲儿盯着我呀？难道她看起来就这么好欺负吗？平凉王妃也找过御驸马爷。长安心说，人家不是没有在莫王的身上下功夫，而是莫王他不好啃呢。哎呀，儿女都是债啊！平凉王夫妇摊上那么个讨债鬼，简直就是报应。不是，报应是这么用的吗？既然平凉王妃这么看得起本姑娘，本姑娘碰上她会跟她好好聊聊的。可不能动手。渊正帝还不放心的交代了一句，这臭丫头万一脾气上来，把平凉王妃打坏了怎么办呢？放心啦，她不对我动手，我就只会跟她动口。她要是实在欠扁，我也会给她留口气儿的。渊正帝沉默了一下，不是，他这会儿更加不放心了。王妃娘娘放心，骆郡主能跟他一起伺候莫王爷，是给他的脸面。那逆女回来，本侯定让他松口。如此就麻烦侯爷了。说吧，又想干什么？平凉王妃面前无规无矩，成何体统？哎呦妈耶！侯夫人，你可是被宫里赐下教养嬷嬷的人，高门夫人里，你恐怕是开天辟地头一个了吧？请问你是怎么有脸指责别人没规矩的？还有啊，侯爷头顶那一片青青草原可都是你的功劳，没把你沉塘就不错了，你居然还出来跟本姑娘讲规矩，本姑娘是该赞你勇气可嘉呢，还是该说你脸皮堪比城墙呢？你放肆！有事儿说事儿，别跟本姑娘整这些幺蛾子。你们也是挺有意思了，本姑娘的脾气你们又不是没见识过，干嘛老是自找不痛快？这个宋倩如那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君妻，骆郡主希望与你共侍一夫，为父希望你能同意此事。
他又不是要我伺候，你问我没用啊。这事儿您得去问莫大王爷。只要他不怕被玉墨之收拾，那他是无所谓的。你是准莫王妃，将来就是莫王正妃，你跟莫王求个情，他不会不答应的。曲阳侯，你看我脸上写着傻瓜2个字吗？我是多有病啊，才会替自己找个情敌放自己男人身边膈应自己。何大小姐，娇儿性子单纯，她只是爱慕莫王，并不会针对你。你当真莫王身份贵重，他不可能只有你这一个正妃。与其等着他自己说，你何不大度一点，替他办妥？这样的话，莫王也会对你更为爱重。本妃可以跟你保证，娇儿只会是你的助力，不会跟你争什么。平凉王妃表情真诚，说的是头头是道。若君妻是一个一般的小姑娘，可能就被他给骗了。我说平凉王妃，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你也别跟我玩聊斋。你女儿什么人，你恐怕比谁都清楚。表面上她性格直爽没有心机，实际上她可比谁都会算计。何大小姐不同意，也不用如此的污蔑小女。平凉王妃，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本姑娘的名号。本姑娘若没点看人的本事，在京城这波谲云诡的地方，早被人吃的渣都不剩了，哪还能成为准莫王妃啊？平凉王妃有一些心惊，她确实是比较的小瞧君妻，却没有深想过君妻能够在京城顶着纨绔粗鲁跋扈的名声，还混得风生水起，到底是为的哪般？你真当本姑娘一点不知道，骆郡主为何在宫宴上闹那么大动静？无非是为了逼所有人站到她那边。她是郡主，是平凉王府的娇娇女，她只有堵死了自己的路，你和平凉王才会不遗余力地帮她达成所愿。而以平凉王的地位和权力，皇上有所顾忌，对你们的所作所为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知道无论莫大王爷同意不同意，你们都会想方设法的让他同意，他只需等待你们把他要的东西双手奉上就行。有句话叫恃宠而骄，只会有恃无恐，他就是这样的人。